碟。金牌大间谍，小毛病别忽略。我快喘不过气了。你确定这样真的可以治打呼吗？当然可以啦，听我的，准没错。根据我的调查呢，打呼可能跟动脉损伤有关系哦，不仅容易造成心脏病，甚至死于癌症的机会还比一般人高出5倍啊！所以下次你要打呼的时候，记得夹紧，不要呼出声音来。呼得更快啊！不要说打呼了，我在家我就一命呜呼了。你哪来的建议啊？上网搜的。慢着，你干嘛拿暖暖包啊？女生嘛，就是容易手脚冰冷啊，而且根据我的调查，手脚冰冷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听力受损，甚至造成血管阻塞。我听你讲话我就手脚冰冷了，你妖言惑众啊！赶紧来看看今天小毛病变成大麻烦的健康情报，走。首先欢迎今天与我们讨论小毛病所潜藏疾病的金牌联合医师团，以及4位陪诊团。小毛病有可能变成大麻烦 ，Big Trouble。Oh my god！ 刚刚我们的情报员小辣情报员说，手脚冰冷会影响听力，睡觉打呼会一觉不醒。谁信呀？有那么严重吗？啊？有可能，因为耳朵跟手脚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周边。你再说一遍，耳朵跟手脚是一样的，属于哪里一样？末梢的部位。末梢部位。那你手脚冰冷的时候，代表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血液进到那个内耳的血液量就会减少。所以轻微的话，有可能就是稍微眩晕这样子，严重可能就是会造成听力的损伤。我们朋友是不是也收到了一些所谓的身体的警讯？只要一点不寻常的酸痛痒麻，都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废话不多说，看看我们今天的小辣情报员带来的第一个健康情报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常常会发现，10个女生呢有8个女生会经痛，有9个会手脚冰冷。那这个法宝呢就是哒啦，小辣学姐很贴心，甜不辣也很贴心，桂圆红枣茶。是的，要不要来一杯？桂圆红枣茶，对，最近刚好温度变得比较低，对呀，对，来一杯，来一杯，暖暖身子。对呀，女生常常会手脚冰冷。那以前我们的阿嬷啊，那一辈传下来就是用桂圆红枣茶，有没有？红枣可以补气补血，气色会好。那什么中将生化那些呢？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医生的，不好意思。我说小辣，人家问什么你答什么，问什么你答什么，那我请他们来干嘛？专家明明在对面。对，就是其实龙眼它有就是补益心脾，就是心还有脾。那心就是安神，可以安神；那脾就是可以帮助你吸收营养。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缺血，他其实是营养吸收不足。对。那不是说桂圆吃多了会流鼻血吗？不是比较燥热？它其实就是有温热性，没错。所以其实就是特别适合比较虚寒的人吃。那假设比较平常就比较虚火旺或者是实热的人就不适合吃。虚火旺或虚火旺就是说，假设他的手心、脚心都很热，然后平常很容易觉得喉咙很干，早上睡起来就觉得我就是这种人呢。对，你知道我就是平常你摸摸看我的手，好温暖哦，我就是小暖炉哎，就是平常小暖炉。哎呦，你怎么那么冰啊你？你好冰哦！今天我们女生挂的。哎，不是女生挂，你不要乱讲。我就是月子没做好。再热一壶，要不要一壶的？听说女生大部分都有寒冰掌的现象。对，你们两个都做完月子了，身体体质没有调好吗？海军？我以前更严重。然后做完月子的时候有变好一点点，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刚刚一听到那个陈医师说的那个什么会影响听力，我真的最近啊常常听错，然后常常听不太到。听不太到。对，有时候人家跟我讲一些什么，我就说哈什么。你要不要耳屎挖干净点？我没有耳屎的人，我的耳朵很干净的。我冬天真的有一点听力不是那么的 OK， 可是夏天我听得很清楚。有可能因为冬天它那个冬眠。卖软供啊！你们真不要学那伪儒这样乱讲话，有专家在。冬眠呢，血管收缩嘛，那它当然周边的那个血液循环比较差。那的确有时候会暂时引起这样的现象。你们的症状完全符合我们今天所关注。走，我们去挂号。先别急着挂号，我们整个听完之后再看要不要住院。
挂号不要急。我一直以为这是很正常，只要是女生都会手脚冰冷，所以我从小也都这样，然后我也就习以为常。可是我觉得，而且我后来还发现，我这样可以救地球。别人觉得很热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还不用开冷气啊，我们要救就是对救地球，然后或者我就吹电风扇就好了，因为我就自己就会变得有点冷。对，然后那农历7月就是你的节日了。我非常不喜欢到冬天的时候会变很冷，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拍那个目录在摄影棚里面，然后我们不是拍目录我们都会搭到嘛，然后我这样子只是搭在男模的肩膀上，他就说你手上有冰块，我说没有，我只是手上冰你，夏天太冰了。对啊，说你手上有冰块。对啊，就觉得我手怎么会这么冰？可是我觉得还好，蛮舒服的。女生对，我说夏天的时候男生真的来摸，冰凉啊，摸脖子。好，手脚冰冷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生殖区身体不好？男女生都是有同样有这样的问题。那一般我们认为是周边末梢血液循环的问题。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在冬天的时候，我有一个40岁有糖尿病的男性，那他刚好就是在寒流来隔一天，突然左边的听力完全听不到，就诊以后检查发现，的确是左耳中风，左耳中风。那所谓突发性耳聋，第一时间做治疗之后，听力恢复大概80%这样。的确哈，我们最怕的就是病人进来到我们诊间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症状，这个症状比如说像就是手脚冰冷，因为手脚冰冷其实它跨越非常多的科别，问题非常多，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有单纯的手脚冰冷跟心血管哦，反而不单纯。你觉得心血管它是原因之一，但是你知道它也可以牵扯到代谢科、风湿免疫科、小儿科、妇产科，几乎每一个科你可以想象都会有手脚冰冷的相关。像比如说你如果说你的身体是比较燥热了的话，像男生的话，那有可能是我们新陈代谢这一部分的甲状腺比较亢进，它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对。但是如果相对的女生的话，甲状腺低下的话也会出现，这就是新陈代谢相关的。所以这么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基本上把它放成是病态性的。那另外有一种的呢，不是病态性的，它反而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呢，就像我们的美女在这边呢，在冬天还是穿成这样子，爱睡加老皮醉也这一种是会手脚会冰冷。真的很冷。对，男生呢酗酒，酒喝太多，所以有些是生活习惯的。但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先天上面的问题。从小就开始冰冷，那个我们最怕，因为他有可能是有先天上面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我有一个案子，他是一个20岁的，但他从小也一样，也是手脚冰冷。然后后来来门诊来看的时候，我们一看他就完全不对，完全不对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气色完全不一样，他那个颜色是暗，那种暗的颜色就有点像，讲难听点，大便的颜色，它的肤质颜色有点像大便的颜色，就是暗色的。然后呢，个子矮矮的，稍微胖胖的。然后他就觉得说，我除了手脚冰冷以外，也会常常头晕的问题，但是永远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然后从小因为手脚冰冷，妈妈就带他去中医去调，结果到了18岁，觉得说18岁20岁又长不高。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才真正来到西医来去做检查，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女生很特别，她同个时间在她身体里面有3种疾病，2种是遗传性疾病，一种是地中海型贫血，一种是蚕豆症。然后月经来了又缺铁性贫血，她3样的贫血在一个人身上，她血色素只有5到6好低哦。一般正常数据的，一般的正常数据，女生都要12以上，她只有一般的女生的一半不到。但是你会觉得6到12差不会差太多，对不对？每差数据1等于差2袋血。2袋，差很多了，差了10袋。差非常多，他差了10几袋血，所以我们讲说他还在吗？那孩子，我们讲说你还活着算是很奇迹的。那这些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循环到这么远，所以他第一他会长不高，的确气色会不好，没办法到末端，因为主要重要器官都把血拿走了，所以其他的就没有办法长到。然后他再怎么样子，头发也不会长得好，指甲也长不好，因为血液循环都没办法到那边去。发如雪啊，对，发就是血，头发就是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所谓的先天的，或从小就开始冰冷的问题是有很多的，你要慢慢去找。那我这边是提供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其实手脚冰冷，也有人像我们刚才提到说，就是手脚会热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在
医学上面，尤其是我们身心科的时候会遇到，他们叫做不宁腿症候群，就是说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像脚，他想要脚就是想要去动一下，不安宁的腿就停不下来。有的人是以冷为主，有的人是以发热为主。那他最主要就是说睡觉休息的时候，他的手跟脚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动一下，才会觉得说比较舒服。然后他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像会有那种虫咬、虫爬的感觉啦。然后刚才有讲到刺痛嘛、发热啊、发冷，所以他来我们的科别通常都是失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当失眠的话，如果没有仔细去查，就是一直开安眠药，一直开安眠药。但是他其实大部分这种是缺铁。在女生来讲，缺铁会容易造成不宁腿症候群，是蛮常见的。就后来我们就帮他们就是把铁剂补上去之后，状况就好了。要不然他以为说是什么药的问题啊，还是什么中邪啊，还是什么的，会最主要是影响到睡眠啊。当然，如果说睡眠影响到的话，后来的病就会跟着来，就是越来越多。睡眠品质好不好？我睡眠品质不好，是不是你燥热的人他也要补铁吗？就会可以先建议抽个血看看。所以现在不能确定就对了。对，男生不能随便乱补铁，男生补铁会中毒。那马世平先生，我想请问一下，他补铁会挂掉，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没有缺铁的问题，他如果补太多铁的话，他会出现重金属中毒，就累积在，然后他会先意识变化，甚至会变笨，之后才会出现这样子危险的因子。原来我们这边最危险的状况最严重的是他，你们想都想不到吧？超温暖，想都想不到。所以冰跟冷到底是哪一个体质会比较好？到底我们是希望你是恒温，当然你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冷。坐月子，我们以妇产科的角度，坐月子到底能不能把体质改变过来？陈医师，生产完身体是比较脆弱一点，所以要休息坐月子这样子。对啊，但是真的可以把体质调整过来吗？对，但是有很多观念就比较。你是西医，因为待会马上我就问中医了，所以我看你怎么说。对，来，譬如说有些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其实是错的。错的，对，你要好好说，中医在前面了，待会他们中医要压轴那我还是不要讲。来，请继续。譬如说不能洗头，那些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对。是可以洗头的，对，因为以前它是容易受，它听说只要洗干净、吹干就好。对，以前没有吹风机，以前没吹风机。原来是这样，没有吹风机。是这个意思。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第一天我就洗了，第一天就洗，真的，我第一天就洗，然后吹干头皮就好了。吹干就好了。然后用什么热的那个姜水，头皮擦一擦。还有擦身体。对。这是不是一个做法呢？是，其实是怕受寒啊，就是以前没有吹风机嘛，然后也没有像现在那个我们都可以门窗紧闭，对啊，甚至有月子中心它里面是有暖气的，对，里面有暖气，对你只要吹到全干，其实都 OK，所以是可以洗头的。对，因为我们是说，我有听过那个月经来都不能洗，连月经没有，它是一样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容易受寒，没有，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跟陈医师聊聊，陈医师告诉你，真的，我真的有个问题想问陈医师，就是我是冷到我会有月经来的感觉，但流出来不是月经，冷到就是真的很冷到有月经来的感觉，就是你会流东西下来，但不是月经哦。那流了什么？就是你会有一种东西流下来，水流下来的感觉。那是什么？就分泌物会很多。可能要来内诊一下。你今天是来招募客人的。刚刚小天使问的其实就是类似宫寒的问题，就是子宫寒冷、阳虚，就容易有白带分泌物跑出来。其实女生手脚冰冷，我们就特别担心宫寒。所谓宫寒，就是生殖系统这边血液循环不佳。然后不要以为宫寒只会有妇女病，宫寒还会有你会觉得容易累，对，然后你会新陈代谢低，容易变胖。你会觉得你新陈代谢不管怎么样都不够快，都没有那种减重的效果，都是因为宫寒的问题。对，都是宫寒，然后再来容易老，容易衰老。哦，这个没有。阳虚，非常年轻，都非常年轻。对，然后他已经是铁青了。然后就是容易有不孕的问题。对，其实不孕，宫寒会容易不孕。对。像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是营养师，然后他是38岁，其实本身就已经比较高龄，可是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去西医检查是认为是不明原因的不孕，就是因为他生不出来。那可是他其实平常营养师他自己其实很注意，他只有爱喝冰奶茶、真奶。营养师本人爱喝冰奶茶，这怎么有说服力啊？他不是中医啊，他觉得冰没有问题。就现在有很多人他认为冰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手脚冰冷会造成非常多科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血循的问题。你身体血液就是一个帮你运输养分，然后排除废物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那你让它整个塞住了，或者是不顺，那当然就会出问题。当然，那尤其我们生殖系统这边，其实你很难注意到。有很多女生她来，她跟我说我手脚一直都是暖的啊。然后她说为什么我经期不顺？可是我说，哎，那你借我摸一下你的尾椎那边，因为大家都是女生。然后一摸尾椎，它冰的。尾椎后面那边就八髎穴。手脚是热的，尾椎是冰的。对。哇，好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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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冰哦，你的手。陈哥应该是待会自己要去，你知道？因为你的手脚是冰的。他皮肤好好。整个很滑。其实古代有一个就是帮助怀孕的方式，就是温灸私密的部位。所以这就代表什么？这代表女生私密就是生殖系统这边的血循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最后它是怎么改善？它是靠温灸，然后再加运动。因为运动包括有氧，像是快走或是跑步或是脚踏车，你很容易可以运动到骨盆这里。对，所以其实那样子的状况下，她后来就怀孕了。我们妇产科比较没有讲那个，当然，冰冷跟那个，但是倒是常见的经痛。经痛有时候大家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因为经痛有分2种，一种是原发性的，就是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荷尔蒙改变的关系。那另外一种续发性，就是它可能有长肌瘤、息肉，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腺肌症那些。那个就要照超音波才看得出来。今天联合会诊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你手脚冰冷的时候，不仅是中医要调身体，也要配合西医做检查。对。那女生呢，更加注意到呢经痛的症状，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哦。今天中医师要来教大家怎么样让手脚暖和啊，同时也可以疏解经痛，它是有方法的。想不想学？想。阿强，你不想学吗？想。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陈医师有提到，就是假设你有经痛，你一定要先去妇产科检查，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像我自己从小就是原发性经痛，很多女生她会以为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定会痛，没有可能不痛，但其实是可能不痛的。有的时候孩子坐完月就不痛了。其实原来你每年冬天的时候自己。让自己手脚温暖，可以减少你阳气的耗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要维持体温恒定吗？对不对？所以你让你自己手脚冰冷的时候，其实你的阳气就是一直散出去，因为它会帮你跟环境做平衡啊，它会帮你保持你的体温啊。然后所以其实你的血液循环在这边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当你开始学会照顾你自己这区的血液循环之后。才不会有经痛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教这个暖暖包，怎么样把自己搞热，这样？对，没错。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搞热？那一位女生让我就是女生，对，这里有，然后肚脐在这里，对不对？好，假设肚脐在这里，我们从肚脐开始，然后往下挤下3寸的位置，3寸就是你自己的4个指头。4个指头是3指3寸的位置，这边会有一个关元穴。官员，对，这会有一位官员呢。一个官员，谢谢。关元穴就是你身体的气的汇聚之处，然后我们就会建议可以把就是暖暖包贴在这里，但不是贴在外面，就是假设你真的要贴的时候，你是把它可以塞在牛仔裤里面。对，比较温暖。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对，就已经可以敷着。如果你手脚冰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敷在里面。肚子这边是一个位置，然后很多女生不是经痛的时候会敷肚子吗？可是我现在要教第2个地方，就是八髎穴。其实。子宫有时候会靠近后腹腔，对，所以你从后面敷其实更近。所以我现在要有另外一位借我。那后面的位置就是你先找到你的就是屁股骨沟上面那个缝的那个顶端，它的上面就会有一个倒3角的你的尾椎骨就在后面扁这边。对，所以顶端在这里，但是上面的倒3角在这边，就是在它上面。敷这里。对，所以我们会敷在上面，我们会把它直接塞在牛仔裤里面。我们会直接把它塞在牛仔裤里面，所以那个位置是不会被看到，也不会掉下去，就会刚好。所以就这样前后夹攻，手脚就不会冰冷。没错。然后其实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最好中间要就可能隔着你的卫生衣或隔着你的裤袜，这样就不会烫伤。太直接。因为其实暖暖包是在衣服里面会比较暖。
假设你一直拿在外面，你会发现当然，你塞在口袋里面是比较暖，而且它暖度可以撑比较久，会撑很久。开始热了哎，真的假的？开始热了，对，核心热，手脚就热。对。哎，完了，那你不关心他吗？他也手脚冰冷。我手脚也冰冷哎，那如果每天晚上泡热水澡有效吗？对，其实家境好啊，每天泡。没错。其实我们以前最常建议的就是泡热水澡，甚至会建议经痛的女生经前1周都泡。可是你会发现泡热水澡有一点麻烦，因为你要先就是积那个热水，你要先那个汇聚热水，然后泡完可能只是泡个15-20分钟其实就够了，可是你还要放水，就很麻烦，所以后来我才会发展说，请大家用。陈志强与白云同床，鼾声雷动，无法入眠。我就说，白云哥，你要不要先洗澡？他说，我要给阿狗你先睡。我说，那我先洗澡喽，热水才开而已。我就发现，这间饭店的那个马达好像不是很好。水一关，水龙头关掉，它还在哦一。金牌大间谍。泡热水澡有一点麻烦，因为你要先就是积那个热水，你要先那个汇聚热水，然后泡完可能只是泡个15-20分钟其实就够了，可是你还要放水，就很麻烦，所以后来我才会发展说，请大家用电暖毯，因为你电暖毯是你躺在那里随时随地都在热啊。OK。对啊，你躺在那里看沙发也热，然后睡觉的时候也热，而且甚至还帮你暖被，因为你看经痛，假设你那天不舒服，不是那天而已哦，你经前可能3天到7天就不舒服，对，经后可能还2-3天不舒服。那你整个月10天不用工作了哦，那不行。对啊，那是不是？怎么浇水？那我们男生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把自己的手脚冰冷的问题解决掉。可以，因为男生假设肾阳虚，我们更害怕滑精，你知道，就是有些人会一直梦遗。滑精。他是暖男，是那种就是阳虚很怕冷，然后很容易感冒的男生。其实他晚上他突然梦遗次数变多，1周3-4次，他很害怕。1周3-4次，所以他觉得我身体怎么这样子？其实是肾阳虚。但是通常是年轻人才有这种问题吧？像他这种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肾阳虚是年纪越长就越怕他阳气衰弱。你懂什么？我现在需要人家关心。好了，我们离题了啊！来，一个，谢谢。解决手脚冰冷的问题之后，再来就要解决男性打呼的问题了。小辣情报员，来，打呼的救星，我把它搜出来，来，请看甜不辣。小浪学姐，这个是大象。首先要先学会潜水，那不是潜水器。你好好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小浪学姐啦，她准备了，我都要做啊。这是什么管子？为什么刚好2根笔管插里面呢？然后透一个这个干嘛？吹气啊，这个叫做阳压呼吸器，是专门治疗打呼的。我从医生那边搜出来的。阳压呼吸器。对。基本上我们会打呼，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它肌肉张力就是比它放松，是，那呼吸道塌陷。那它阳压呼吸器的原理就是说，它利用正向的压力，在睡觉的时候打进去一个正向压，维持呼吸道的畅通这样子。所以要有一个机器接着它。对，就是它其实这边是会有一个机器，它会去打一个正压进去，这样子是不是？对，好，就接这样子。然后一般来讲的话，不管是从鼻腔到我们喉咙，或到我们的气管，在中间任何一个地方有出现所谓的狭窄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气体没办法顺利的进去。那如果它有狭窄，我们可以用机器把压力变大。变正，就有像在吹气球一样，你只要压力大，气球它就把它撑开。所以我这边把它供应那个很强的一个气体进去之后，它会从鼻腔，只要嘴巴保持闭住的一个情况，它会一直到下面这个地方都会做一个撑开的动作。那你会很不舒服，是因为它就有点像吹气球一样，就有一个气一直要灌进去。然后它就一定要把它撑开，所以你会把呼吸道撑开，把它撑开，所以你才会感觉不舒服。它是配合你的呼吸，但是同个时间，因为给你的正压之后，你本来要垮掉的地方就被撑开了，然后这样子才有办法顺利的把氧气打进去，要不然垮掉之后氧气进不去，你就会缺氧。然后怎么就挂掉了？缺氧，如果你醒得过来的话，那还好；如果醒不过来的话，那就拜拜了。哎呦，小辣，对，你一开始说打呼会上面是真的，就是会
呼吸中止。像我妈妈，因为她体型比较大，而且她有高血压，她就曾经就是有在家里睡觉，就是常常都睡不好。她其实就是有呼吸中止，就是鼾声太大，常常会被自己的鼾声吓醒。所以她后来跑去医院给医生，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睡觉，就是带一些这种仪器，然后去侦测她的那个呼吸的状况。结果，但是后来因为实在太累了，因为你等于1个多月时间，每天都要医院这样往返，然后去观测。那等于就睡在医院里面。对，但是你白天还是可以做你的事，可是变成要这样往返回来，我觉得对我妈来讲压力很大，所以她就放弃这件事，还是。她打呼很严重。对，这个打呼刚刚用这个氧压呼吸器是一般是用于比较重症患者对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去分，在临床上可以诊断。如果说大部分是合并有鼻塞，好像鼻中隔弯曲啦，或者是说扁桃腺比较大，其实这一种用简单的手术，事实上都可以改善蛮多的。打呼就是鼻子进气量有限，所以他就开始用嘴巴了嘛。睡觉的时候那个张力比较没有，肌肉没张力就塌陷。所以我们是用手术方式，说让呼吸鼻子的通道顺畅，所以打呼跟体型胖瘦有一定的关系吗？为什么胖子比较容易打呼啊？因为胖的话，他口腔的那个软组织相对是比较肥厚的，所以空气的那个气道比较小。对，你看那个猪八戒，孙悟空猪八戒有没有？问问你要骂我老公？对，你看那猪八戒讲话声音，师傅我又饿了，你们的声音。演艺圈有一个这样，你刚刚讲猪八戒，我你要说白云哥。以前的他，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次去录那个冒险奇录外景节目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车上，在游览车要从这个点移到那个点，这车程大概有1个半小时吧。我们在车上坐，白云哥坐最后面，他就在那边讲笑话，跟陈哥一搭一唱，那边讲我们全车他笑哈哈哈哈哈，就他才讲完一个笑话，过没大概10秒钟，突然后面就来一阵，好厉害！他才讲完一个笑话，过10秒钟，后面马上打呼声，我要启动睡眠装置之快啊，很快。然后那一次刚好我又跟他被分到同一个房间睡觉，然后晚了，因为我是一个极度怕人家打呼，我睡眠品质很差，但我本身不会打呼，我很怕旁边的人会打呼。你很浅眠就对，我很浅眠，他只有手脚比较热而已。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先到房间去，我就说，白云哥，你要不要先洗澡？他说，我要给阿强你先洗。我说，那我先洗澡喽。我就衣服脱光进去洗澡，热水才开而已。我就发现，这间饭店的那个马达好像不是很好。有没有？这马达会不会热水会有问题啊？我在洗还好 ，OK， 那个水出的那个量也还蛮大的，都 OK。洗完水一关，水龙头关掉，它还在结果我一开门出去，那是白云哥的打呼声。我的天哪！隔着浴室的门，但他在房间里面，房间还蛮大的哦，好大声。我那天晚上整个晚上，我就要防范他怎么打呼，你知道吗？阿哥，你只要忍受2、3个晚上就可以。我跟你讲，我嫁了我老公之后呢，我必须要忍受这个一辈子的台风天。台风天，我家1年4季哦，不是8、9、10月才有台风。我自从嫁给我老公之后啊，成天每个晚上都在刮台风，有分轻台、中台、强台，有时候打雷加闪电。打雷加闪电。你怎么？如果太累的话，就会强台。累的时候声音对，然后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所以我昨天我冒着生命危险，冒着风雨，我透露。冒着风雨。冒着风雨，你把它录下来了。可是我昨天录的是轻台版的，因为昨天可能不怎么累，所以比较温柔。听一下。因喜爸爸严重打呼，甚至申请残障手册。今年4月之前，这个还可以去申请身心障碍证。真的啊，那是重症，因为我爸也不觉得怎么样，他几10年来都是这样默默打呼，也不怎么样，他们也不觉得。然后医生却跟他讲的很严重，就说你可能会就睡到一半就GG，就算你没有怎么样，但是你久了以后老了之后，他就是引发的症。真的，你去看后面检讨录导算。没有错。金牌大间谍。我冒着生命危险，冒着风雨，我透露。冒着风雨。冒着风雨。听来听一下。我觉得算轻台，对。
还有在呼吸吗？他中间空好久哦。大哥，这很稳啊。这个真的有问题。但是它的续航力很够，它可以到天亮。你说这样的音频，这样的频率可以到天亮？对，那如果是中台跟强台的话，它就会像那个白云哥这样，突然，对，然后突然停掉，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没呼吸？没有呼吸了，他我想说不打呼了，突然又来一个大的。所以半夜都会被吓醒。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尽责的看护。这个合并有那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它一定是有。这不是睡得很平稳吗？没有，他就是睡到呼吸暂时停止个几秒钟，然后再醒来。第一个就是它的频率真的是拖得太久，而且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鼻腔或喉咙这个地方有问题。所以这个现在可能暂时性这一个部分有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些阻塞的问题。可是它真的呼吸跟呼吸之间的那个时间真的拉得太长。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严重的身心障碍。在今年4月之前，这个还可以去申请身心障碍症，真的是重症。因为这个我可以这一题我可以坐到对面去，因为呢，就是我爸他会打呼，然后呢，因为我哥哥自从有了小朋友以后，就打呼到小朋友都会惊醒，然后就只好就让他去看医生。然后他去医生那边检查，因为我爸也不觉得怎么样，他几10年来都是这样默默打呼，也不怎么样，他们也不觉得。然后医生却跟他讲的很严重，就说你可能会就睡到一半就居之类的。然后他想说，然后或者就算你没居，你睡到一半就会居。但是就算你没有怎么样。但是你久了以后老了之后，更老之后也会可能会失智，它就是引发的症状。打个呼变失智，真的，你去看后面检讨颅脑算，打呼会变失智，打呼会变，因为它那个是血液的含氧量会降低，对，那长期来讲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个活动。没有错，其实我有一个病人，他真的就是来门诊，他就说陈医师，你有看失智吗？我说有，可是因为那个病人只有36岁，我说那你要看帮人家看还是你本人要看？他说我本人要看失智。我说36岁你来看失智干嘛？太年轻了。对，他就说是这样子哈，他以前常做的事情，现在越来越不会做了，这是很像失智的一些症状啊。他是他的老板帮他挂号，就说你为什么最近好像有点恍神？然后呢，做事情呢好像要做不做的，然后我跟你讲话好像你有听又好像没听到，然后甚至呢你常常已经做这件事情做这么久了，到现在怎么不会做？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说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才来去就医。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会开始问说，到底你最近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我们问的时候，他就说我最近睡眠品质非常的不好。那我说睡眠品质到底是怎么不好？他说我本来有打呼。那我太太就是因为我打呼太大声，跟我分房睡，可是现在分房睡到我自己会被我自己的打呼声给吓醒，所以我一个晚上会被吓醒至少3到4次，所以我没办法再回去睡觉。那我说这么严重的一个打呼的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你早上起来会不会变得更累？他说我早上起来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事情，睡眠品质这么差，怎么可能睡得好？对，而且不是只有没办法做事情，是整个身体变得非常的累，免疫力就降低了嘛。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变成是说，那我就讲说，那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他说其实有，因为他本来是想说打呼这个问题应该去看一下耳鼻喉科，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耳鼻喉科说对，没有错，你的扁桃腺比较肿，然后你的鼻腔这个部分有鼻中隔关区又塞住，所以你鼻子这边塞住，这边也塞住了，所以除非你真的去做手术。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改善。可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它整个这边正在发作，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又比较忙。然后后来就说好，那不然就帮你去检测。结果帮他检测它的含氧浓度，既然是低于90%。是非常恐怖的。我们一般的含氧程度的话，都要在90%。它既然是低于90%，他整个人都是很恍神的，没有办法去那个做事，然后整个人很累到喝咖啡都完全没有效。这人一定会不健康的。对，非常的不提健康。到恍神这件事情，来，刚好我们有一对夫妻档来看精神科，起先是他老婆来看，那因为他就是说她老公一直打呼，所以让他长期失眠，所以他就来拿安眠药啊吃啊，因为长期睡不好，心情也不好，就有一点忧郁的症状。所以，但是这个不是她本身的问题，她是被她老公影响的。所以后来我们说，那你要不要请你老公
来检查一下，因为就是有那个医院大家都有睡眠中心嘛，就是去那个医院睡觉，那睡觉的时候他就会给你贴什么心电图啊，然后带一大堆东西啊，你绳子线都在身上，你这样怎么睡？根本就睡不好啊。所以那时候他的老婆就说，那你去建议他去做这样的检查，但是她老公就是不愿意，他一直不认为说这个问题有多大。那后来是因为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睡眠不好嘛，就是说他的专注力啊、记忆力都很不好。那他是业务，他是开车的，有一次他就因为开车这样子，他就出车祸。就出车祸之后，那次撞击力就还蛮大的，所以就是真的是很严重。如果真的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去治疗，因为睡眠的状况真的是对人的精神状况影响非常的严重。所以打呼这件事情可以根治吗？要看那个情况，不一定。对，如果说我刚刚讲过，如果是鼻中隔弯曲，是啊，一般我们现在的手术方式是会先处理鼻子的问题，把鼻子这个鼻塞解决了。一般目前统计是说，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明显改善，那有12%的病人是完全打呼消失了。哦，真的哦。事实上，打呼是可以，有的是可以改善，那有的的确是可以治愈，要看 case by case。比如说口腔的话，如果扁桃腺比较大，这一种我就会建议他把扁桃腺拿掉，因为拿掉之后有帮助打呼。对，拿掉之后，相对它争取的空间就变很大。不是只有射物腺会肥大，扁桃腺也会肥大，漂亮。因为我相信一般人对于打呼这个事情，不管男女了，其实都有，男女老幼都有打呼。对。我刚刚直接问的就是说他能不能根治，似乎他说有一半的人是可以根治的，另外一半再看他的状况。对。哦，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检测一下，根据路透社指出，透过打呼的声音可以来诊断他的症状是轻重缓急。你是这种打呼声，危险啦！它打呼声夹带的一种往上扬的频率，会增加中风跟风险。这目前美国研究已经出来。金牌大间谍，透过打呼的声音可以来诊断他的症状是轻重缓急。我们先放第一个好了。第一个。还有正常的打呼声，它是属于比较轻微的呼吸的声音，对，这个也是打呼声，但是属于比较轻微的，轻微，听起来是比较规律一点，规律。对，那第二个注意看，它中间有一个停滞，这个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打呼声，中间暂停。哎，真的，哦，好久对，这终止的，他停习惯就走了，对不对？一般枕病人会先害怕，就会把他摇醒。对，我都会摇他。会害怕，就是把他摇醒。正来哦，我都会摇他。哎，你在干嘛？快点起来。还有第三种，各位，第三种比较特殊，它是刚刚有提到说打呼会造成动脉损伤。那这一对。我好像听过哎。他的打呼声就是放屁声啊，对，没错，他打呼声夹带的一种往上扬的频率。那这一种目前研究是会造成我们那个颈动脉壁会增厚，那会增加中风跟心肌梗塞的风险。这目前美国研究已经出来。哇，那我一定叫老婆帮我录下来。对，一定要录，一定要录下来观察。他说我今年的打呼的声音特别明显。今年特别累。打呼真的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除了一些身体因素之外，有时候真的因为太累了，睡太熟了，一放松之后呢，松，压，就打呼了。医生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什么可以减缓打呼的方式？有没有？一般我们当然会先建议病患就是减重，降低 BMI，那第二个是侧睡，侧右边，对，侧睡趴睡，侧睡会帮忙。那如果说这样还是没有效果的话，我们就会去进一步检查，看鼻子或者口腔跟上呼吸道，看哪个地方阻塞，那也许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像鼻子刚讲的鼻中隔弯曲矫正手术，下鼻甲雷射手术这种，来让呼吸道变通畅，减缓这个打呼。如果最后都不行，大概就是刚刚
秀的用那个阳压呼吸器来减缓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症状，这样子。所以事实上打呼事实上是可以改善。通常很多人他们呼吸睡眠中止症，他一定是睡不好嘛，睡不好他一定会想说他是不是有失眠，然后有的人这样来，然后反而就是他们可能只是觉得你是失眠，可以开安眠药，然后要不然他们就是说靠喝酒去睡觉，但反而安眠药跟喝酒这2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症是恶化的一个因素之一，所以千万不可以碰这2样东西。还有孕妇特别容易打呼，不知道为什么啊？对，我怀孕的时候，No哥说我打呼超大声的。资格说你？你想不到 No 哥这样的人，这么尽兴打呼的，会被旁边人吵醒。你就知道他打呼多夸张了吧？还好啦，没有。就怀孕的那个期间，好像肚子越大越大声。因为怀孕的时候生理变化，肚子变大，还有呼吸道的组织比较肿胀，所以统计起来大概超过40%的孕妇会有打呼的问题。很高。那幸好研究上面告诉我们说，打呼对肚子里面的小孩是没有危险的。对，那产妇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睡姿对我肚子里面的胎儿最好？那我们医生会建议他左侧卧，对这个子宫胎盘的血流会比较供应会比较好。侧这边，对，血循环是最好的。好，钟医师他又来了，你要教我们怎么样做下颚运动，可以减缓打呼的现象。就是它是2个小练习，然后第一个海军一定很会，就是金牌大间谍，金牌大间谍，做下颚运动可以减缓打呼的现象。就是它是2个小练习，然后第一个海军一定很会，就是发音练习，因为它可以改善你这边咽喉部的肌肉张力。对，然后所以其实就只是大家跟我一起，等一下就是一起这样子，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可以改善这边的肌肉张力。就没事就就好了。那手对，这是其中一个。手压着它吗？那你感觉一下，感觉这边是确实有在动。对，1、2、3的对不起，你有说要多长吗？真的，在你那一口气还够的时候就可以，就是一口气对，然后中间休息个1、2分钟，然后觉得干的时候喝水，对，然后做个3次。我这样发音的要震动它吗？还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因为你做这个发音的时候，你会震动这边的肌肉，然后所以会改善这边的肌肉张力，不然平常可能太松弛。第2个就是抬升下颚，就是你把你下颚抬升，然后维持5秒，然后会感觉里面其实是紧的。超紧的。好，拉起来的感觉。好，这样5秒。好，那假设如果觉得这样不够，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漱口，深层漱口，你就刚刚那个抬升下颚配喝水，然后在里面，对。你要讲话。你没有说多大口啊？几个字？就是你平常漱口，就是漱口那个8分满、7分满哦。不要太多，不用太多，1点点5分，5分就好了。会不会快喝完了？要多久？几个字？要多久？要多久？大概5到10秒就好。5到10秒。对，你要都要讲，看我喝2口了。要出声音啊！要说话。什么？不要喷出来。好。不容易啊，要出这么大声吗？如果你有在出声，其实它就是有在出力，效果就会不错。只是你自己要注意，不要呛到。你的比较标准。对，要这样子。对。你刚刚没有叫我出声音呢。你问了3个问题，你都还不会说啊？干嘛？你想表达什么？不要喷出来。为什么要讲废话？幼稚。你成熟一点。尤其我们演艺同仁啊，常常都要开嗓，这是开嗓最好的方法。是啊，而且我们常常需要做去震动声带的练习。对，你自己开始演戏就知道发声很重要。早上起来这样做可以保护喉咙啊，又可以治疗自己打呼的问题。
多好啊！是啊，这个节目真的很棒，很励志，太好了。小毛病累积久了，基本上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致命的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了身体所带来的任何一种一丝丝的警讯，重视你身体每一个小细节，身体才可能回馈给你最健康的生活。有道理吧？有。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别忘了每个礼拜到礼拜五的晚上9点到10点，请锁定中天综合台36频道，准时收看我们的金牌大经典。下次再见，拜拜。